10天前，台股经历了它史上最惨的一天。今天，它跌破了4万点。10天内2次崩盘，但这2次不是同一种崩盘。第一次的原因很单一，很清楚。这一次比较广，而且老实说，比较令人担心。韩国股市触发了熔断，日经下跌超过2500点，整个亚洲的晶片股一起被卖。今天我们把真正的原因拆开来看，还有这一次为什么不一样，接下来该盯什么。照惯例先说，这是新闻分析，不是投资建议。先看灾情。昨天，加权指数大跌2030点，收在41603点，是台股史上第3大的单日跌点。今天，它继续跌。指数盘中一度重挫1700点，先后掼破41000点，然后是4万点，最低来到39743点附近。而且这一次，伤害扩散得很广。台积电失守季线，台达电打到跌停，联发科跌超过 9%， 联电也是跌停。10天前是一个巨人倒下，把所有人拖下去。这一次是所有人一起在倒，而这个差别非常重要。那导火线是什么？被引用最多的那一个，就是我们昨天讲过的新闻 ，NVIDIA 传出正在评估要替2500亿美元做担保，好让 OpenAI 能租下一座巨型资料中心。我们报道它的时候，它看起来像是一则关于野心的新闻。市场的解读不一样，它把这当成一个警讯。因为 OpenAI 没有投资等级的信用评等，这笔钱是靠 NVIDIA 的资产负债表去借的。然后那些钱，很大一部分又转回来买 NVIDIA 的晶片。晶片卖方、放款方、投资人都是同一小撮玩家。这就是所谓的循环融资疑虑，而这一周，它从一个小众的批评，变成整个市场最主要的问题。一旦投资人开始问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，他们就不愿意再为这整个故事付溢价了。你在荧幕上看到的，就是这个重新定价的过程。第二个原因离我们比较近，而且跟现金有关。台积电的财报是史上最好的，但它同时把资本支出上修到640亿美元，还要大举扩建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厂。盖这么多产能，短期会严重压缩自由现金流。讲白话一点，公司赚很多，但那些钱大部分马上就变成水泥跟机器了。在一个紧张的市场里，这正好是投资人最不想看到的。现在的市场是在为手上的现金付溢价，而不是为很有企图心的支出计划。所以我们又看到跟10天前一样的转折，只是更凶，财报创纪录，股价却被惩罚。差别是这一次被重新定价的不只是台积电，是整条供应链，用同一套逻辑一起被算账。第三，而这正是今天不一样的地方，这不只是台湾的事。南韩的综合股价指数暴跌超过 7%， 触发了熔断机制，这是它今年第8次。三星电子下跌大约 9%， 记忆体巨头 SK 海力士跌了大约 10%。在日本，日经指数下跌超过2500点，记忆体业者凯霞一度崩跌 18%。当同一类股票在同一个早上，在3个国家一起重挫，那就不是某一家公司财报的地方性新闻了，那是全球的资金同时从同一个主题撤退。分析师给这件事一个名字，去杠杆。用借来的钱建立的部位被迫平仓，而强迫卖出会自己滚自己，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下跌又猛又快。把2次崩盘并排看，因为差别就是重点。10天前，一家公司公布财报，好消息早就反映在股价里了，于是股票被卖。很痛，但范围很窄。那时候，美股收盘比开盘冷静，隔夜期货也反弹了。需求这件事本身，其实从来没有被真正质疑。这一次，问题更大了，不是这只股票是不是太贵，而是撑起这整场扩建的钱，
这个算式到底成不成立？纳斯达克现在已经逼近技术性修正，距离高点大约 10%。这是比较诚实的说法。上一次市场调降的是一个价格，这一次它在压力测试一个故事，而故事要修复比价格要花更久。所以人工智慧的泡沫破了吗？诚实的答案有两半。在需求那一半，没有东西坏掉。台积电才刚把全年成长展望上修到超过40%，工厂是满的，订单也没有被取消。这一半的故事还是真的。但在资金结构跟估值那一半，真的出现了怀疑，而且那是合理的问题，不是恐慌。谁要付资料中心的钱？如果信用收紧会怎样？现在的股价里已经先算进了多少年的完美？在这些问题被回答之前，波动都会很大。那不代表这是崩塌，但它确实代表这个循环里那个什么都会涨的轻松阶段结束了。接下来盯4件事。第一，那笔2500亿的担保到底签不签得成？如果签成了，资金链就撑住了；如果谈崩，那市场的担心就是对的。第二，云端巨头的资本支出。只要他们还在持续砸钱盖，需求就是真的。他们哪一天踩刹车，那才是需求的故事真正改变的一天。第三，韩国会不会再次触发熔断？韩国一直是这波去杠杆的正央，所以它是判断强迫卖压有没有结束最干净的一个指标。第四，回到台湾，国安基金会不会进场？他5月才带着获利退场，子弹是满的，没有人能保证他会出手，但他的存在就是一个心理上的地板。盯好这4个，盘中每分每秒的杂讯，大部分你都可以不用理。恐慌很贵，而在一个需求还是真的循环里，耐心通常不贵。总结一下，10天内2次崩盘，但性质不同。第一次是一家公司的好消息用完了，这一次是市场在问这整场扩建到底谁要付钱，而且是在3个国家同时问。需求还是真的，正在被重新定价的是资金结构，还有堆在它上面的那些期待。盯钱、盯订单，而不是盯盘。以上是新闻分析，不是投资建议，我们下次见。